哎，大哥，买东西啊，还是买东西？卖，你看看。哎呦，很重哎哈，看一下什么好料。可以卖多少钱啊？大哥，这些东西啊，你应该拿去卖给港人姑娘啊。你们不是港人孤立吗？不是啦，我们是卖二手货的店，我们收的啊是能够循环再使用的物品。你看你这个，2018年呢，我要怎么卖啊？王哥，卖给我吧。谢谢你，老板，谢谢。老哥，你有看清楚吗？这些是垃圾来的，干嘛跟他买？有时候垃圾也能变黄金。那你看这幅字画，当初我是把它当垃圾收回来的，结果陈师傅说我捡到宝，原来是谢大师的真迹，至少值10几万了。那是因为卖画的人他不识货啊，这些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垃圾来的啊！你要等它变成黄金啊？那就当做做慈善。原来你是可怜那个昂哥啊，那你干嘛不直接给他钱？老人家也是有尊严的啊，他来卖东西就不希望我们同情施舍他。所以以后有人来卖这些垃圾，收还是不收啊？收，当然收。哎，我们的邻里帮啊，要变成垃圾站了，还是你真的想在垃圾堆里面找黄金啊？为什么不能？这幅字画就是我们邻里帮的镇店之宝。法师，我今天有什么好料？哎，来来，随便看看，今天你要什么，我都打折扣给你。没有什么我要的嘞，你没什么新的。哎，这个新的，喂，算你便宜嘞。地产员来了！地产员来了，快跑！快跑！老哥，肚子饿了，去打包啊。大哥，你没搞错啊？不好意思，八叔，猫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稽查员在追我，不说了，跑吧，来，去哪里？八叔，你到底饿了多久啊？哎，我昨天晚上吃了个面包，到现在。慢慢吃，先喝点咖啡吧。谢谢你啊，猫哥，你帮我躲过稽查员，还请我吃饭，谢谢你。当初我们一起在结霜桥摆地摊，你也很照顾我啊。你常常请我吃东西，下雨时还过来帮我收摊。这些小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记在心上？我真的很怀念那段日子，虽然辛苦，但是却充满了人情味。哎，我还记得以前你好像是脚不可以动。哦，好了。总之一言难尽。对了，八叔，以前跟我们一起摆地摊的那些老朋友，他们都还好吗？还不是老样子，有的在巴沙啦，在夜市摆摊啦，有一些就跟我一样到处跑了。这样也不是办法，万一被稽查员抓到，不只要罚款，东西也会被充公。是啊，你们为什么不要去找一个档口？这样也不用这样辛苦啊。找档口还要执照，还要还租金，干我们这行的，有时候3餐都吃不饱，去哪里找钱给租金啊？哎，大叔，你要干嘛？我想打包回去给我老婆吃。这盘你吃，等一下我帮你打包。哎，对了，八嫂怎么样了？身体还好吗？还不是老样子，需要每天洗肾。哎，要不是为了方便照顾她，我真的不想撑得这么辛苦。我随便找一份工作算了。这些你拿去吧。哎，不行，你帮了我的忙，你还请我吃饭，我不可以拿你的钱，不可以。拿着，不要跟我客气了啊！吃。谢谢你，猫哥。你想出下收多的店面？租金可以再商量，保证不会让你吃亏。那收多怎么办啊？我会帮你找高级一点的店面，比如购物中心或商业区，对你们做 delivery 也会更方便。如果你想扩充店面，可以找别的地方啊。
我暂时不能离开这里。为什么？总之，我有我的理由。是这样的，有几个以前跟我一起在旧货市场摆地摊的朋友，他们现在没有执照，到处摆摊，还要躲避稽查人员扫荡，生活得很辛苦。原来你要带他们进来，把这里变成旧货市场。旧货市场是一种文化遗产，不仅有历史的特色，也充满了人情味。很多旧物都能唤起人们的回忆和共鸣，它们应该被保留，而不是被时代淘汰。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帮阿朱阿花姐妹吗？就是邻里帮的那些旧物唤起了阿花的记忆，化解了他们的恩怨。这间店是我爸妈留下来的，我不能让它变成旧货市场的。对不起，如果你想帮他们，你还是去找别的地方吧。那好吧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哎，小姐，喜欢什么随便看看。这个多少？哦，这个30块。哎呀，你是今天的第一个客人，算你25。来，不用找了。哎呀，每个顾客都像你这样就好了，我自己折扣给你，你都不要。已经这么便宜了，我怎么可以叫你减价呢？哎，小姐，你心肠真好。哎，再随便看看，喜欢什么，算你便宜，算你便宜。好，哎，不卖不卖，有钱都不卖呀！哎呦100块卖不卖？不卖，不卖，干嘛还摆出来？有问题？你才有问题啊！摆美不可以啊！走走走，哼，收摊了，不卖了。妹头，是你吗？我是某某啊。某某，你是某某？哦，你真的变了很多，我根本都认不出来。你就没变啦，跟以前一样牛脾气。你看够了没有？你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变得那么斯文。如果不是你叫我，在路上啊，我都不敢认你啊。哎呦，还不是一样。当年爱打架闹事的小太妹，竟然开店当老板，还讲一样。哎，以前年轻不懂事嘛。哎，我记得有一次我闯祸了，你跑来救我，要不然我早就没命了。以前的事不要提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记得你爸是摆地摊的，他还好吗？早就不在了。我以前不懂事，老是嫌他摆地摊很丢脸，整天跟他吵架，惹他生气，还到处去混。等到他的人不在了，看着他留下的那些旧东西，我真的很后悔。以前我应该对他好一点。所以你就继承你爸的生意，继续摆地摊。我做了才知道，摆地摊真的很累，赚不到钱，还要受那些顾客的气，哼，还要躲那些稽查员。那你为什么还做啊？这是我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我一直带在身边，就好像他一直陪着我，感觉我不是一个人，我还有他。难怪你刚才不肯卖嘛。摆摊卖旧货，是我爸努力了一辈子的事，我一定要把它做好。不能再让他失望了。哎，来，大叔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猫哥你忙你的，我自己来。
哎，外面还有多少东西啊？都搬进来吧，一起整理啊！哎，让开让开！哎，喂，宝哥，你 OK 吗？干嘛帮人家卖东西？这样不是抢生意喽？大家都是同行，能帮就帮啊！你不是教过我咩？什么同行如什么？同行如敌国啊！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呢，你还开大门呢，让他们慢慢走进来抢我们的生意啊！你到底有没有什么？脑？二手货是个很特别的行业，大家卖的东西都不一样，货品越多，顾客才有兴趣进来淘宝，这叫互相帮忙，互惠互利。可是东西这么多，挤满了店，顾客怎么走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没关系啊，八叔，整理一下就好了。你总共联络了几个人？啊，我啊，阿才啊，阿木啊，总共5个。是猫哥，我们还有很多货还没搬进来。阿叔啊，我看你还是跟他们讲，不要把东西搬进来了，啊，到时候全部东西堆满满的，啊，我们要怎么走路啊？东西不摆出来，我们要怎么卖？你的东西全部摆出来，我们的东西都不用卖了。我们也想帮忙，可是你们自己看啊，地方就这样小而已，怎么办？阿才啊，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先摆一些，其他的暂时放在家里啊。我家里也很多东西，放不下。不然这样，先把东西放到我的仓库，以后分批卖。暂时就不要再把东西搬过来。好的，谢谢猫哥。猫哥，太谢谢你了。各位来吃点吐司吧。啊，是你order的？没有啊，包租婆，你送错啊？是我请客，你们不要客气，尽量吃哦。你请客啊？哎，客气啦，那个。谢了。八叔，你吃吧，吃完了我还可以再做。谢谢你啊，小姐。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的？是猫哥告诉我的。可是我总觉得我好像见过你。我跟你买过包包啊，你记得吗？黑色圆的。啊，我记得了，记得了，记得。哎，没想到你是隔壁的老板，毛哥啊，你这位朋友的人真好。那天他跟我买东西，我主动折扣给他，他都不要。不好意思啊，是我自作主张，让我的朋友把东西寄放在这里卖。店我都租给你，我还能怎样？不过呢，我保证整理干净，不会影响你做生意。八叔啊，怎么没见到妹头啊？他人呢？哦，他恐怕是来不了了。前2天稽查员来扫荡，他差点被抓哎。虽然说人是跑掉了，可是货全部被充公了。你会不会想太多啊？妹头只是东西被充公，不至于想不开吧？他摆地摊是为了纪念他爸，现在东西被充公了，他一定很难过的。我打了好几通电话给他，他都没有接，我很担心。哎，你跟妹头接触，不怕你的过去被人知道吗？我倒是没有想过，不过以前我出事，他有帮我，他现在有困难，我也要帮他。哎，这间。妹头啊，是我梦梦，开门吧。妹头，会不会不在家？好像闻到煤气的味道哎。有吗？你闻一闻。我报警。你是李小凤，妹头啊，嬷嬷，你没事吧？原来你在吃榴莲呐！真是服了你们啊！竟然以为是漏煤气，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味道这么像哦。连榴莲跟煤气味你们都分不清楚啊！哈，我才刚刚进厕所啊，就听到你们一直叫，吓死我了。我担心你会胡思乱想嘛。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那天躲稽查员的时候啊，手机就弄不见了。哎，你们2个还在一起啊？早就没有啦，他现在有了未婚夫。哎，你怎么受伤的？为了救我的宝贝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你是说你爸送你的模型车啊？其实你不用这么担心妹头的，他这么乐观，不会想不开的。
不过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他还是要吃饭的嘛，我一定要帮他想办法。我刚刚有了个想法，哎，真的吗？我也是哎。徐老板，你再考虑考虑吧，租金方面可以商量。对不起，我的店不能租给你们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在招租吗？你们来的时候也看到，这里的店卖的都是古董，你们卖二手货，最多也只是一些比较廉价的收藏品，不止杂乱，而且格调也不适合啊。做生意各做各的，应该没有冲突。我卖古董，你们在隔壁卖二手货，顾客会以为我是在卖假货啊，肯定对我的形象有影响啊。许老板，其实你不用担心，我是开吐司店，他在我隔壁开二手店。刚开始我也担心他会拉低我店的格调，原来是我想太多。他不只是没有影响我的生意，还带旺了我。是啊，徐老板，你再考虑一下吧。不好意思，你们还是去找别的地方吧。快点啊！好，饮料来了。哎，八叔他们的东西呢？怎么全部不见了？生意那么好啊？我已经租到地方了，再帮他们把东西搬过去。租到地方哪里啊？许老板隔壁那间店。许老板？怎么可能啊？当然是有条件啦，忍痛牺牲了一样东西跟他交换。什么东西？马哥，还有什么东西要搬了？哦，就剩那些了。啊。哎，镇店之宝怎么不见了？不要大惊小怪，我卖掉了。卖掉？镇店之宝可以卖的咩？哎呀，有人出高价，当然是卖啦。多少钱？反正就是很好的价钱啦。什么很好的价钱？到底多少钱？不要问这么多，快点搬东西啊！来，快点快点。这个多少钱啊？算你10块就好。这双桥那边才卖5块而已，我给你6块了。不能再减了，已经很便宜了。我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。乱讲，我前2天才去过。哎，昂哥啊，你在做梦啊？那边关了很多年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爸真的很喜欢，就卖给他吧。好，5块就5块，你喜欢就好啊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们爸很久没这么精神了。年轻人，老人家要好好照顾啊。会的。谢谢你啊，拜拜。小凤，谢谢你帮我们找到那么好的地方摆摊。以后如果有事，记得要找我们哦，我们是老朋友。能够跟那么多老朋友一起卖东西，真好。希望你能留住跟你爸美好的回忆。茂哥，哎，八叔，谢谢你让我们有个地方可以继续做生意。谢谢你，毛哥。谢谢。哎，还有啊，你不需要帮我们还这里的租金了，我们商量过了，这边的租金就由我们大家分担。那好吧，不过如果有困难，一定要告诉我啊。谢谢。哎，许老板，你送过来的那幅字画，我找人验过了，果然是谢大师的真迹。我都说了，你还怀疑？你真的舍得半价卖给我？说好的，不过条件是你要把这里租给我5年，千万不能反悔哦。你放心，绝对没问题。小凤，你今天很帅。你该不会是重新爱上我了吧？千万不要哦，我对有妇之夫没兴趣。想到哪里去了？总之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换作是以前，你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？这都要拜我这双脚所赐。你是说你假扮残废的事情3年前我从牢里放出来，兄弟们都来接我。那时候我以为可以重出江湖，东山再起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背叛了我，投靠了竹竿，还来找我寻仇。那时候我差点被打死。后来为了逃避竹竿的追杀，我只好假扮残废，东躲西藏，每天都提心吊胆。为了活命，我只能躲在结霜桥，
捡破烂卖东西，幸好那时候有巴叔他们一直照顾着我，是他们让我领悟到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有人愿意向你伸出温暖的手，就能得到重生。所以你就半价卖掉你的镇店之宝，还骗议员说你卖了很好的价钱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无价的。既然老天爷没让我死，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我希望能用这个机会帮助大家，给大家重生的机会。好了，今天这么开心，我请你喝啤酒，走吧。上次那间。啊，不要啦，太远了。有冷气的。比较靠近手头上。让一切在岁月里流淌，让善意为信念开扇窗，用真心给彼此最温暖的答案。棒棒棒，关怀从来不打烊。棒棒棒，最平凡的人心常在沮丧，就用颗心给你同生的力量，让生命不止一种想象，让未来变成无限渴望，爱能照亮别人，也能把自己照更亮。